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有意思的美国零售股 Five Below， 股票代码 FIVE。它卖的是糖果、玩具、手机配件、房间装饰和各种几美元的小商品。最新一个季度，同店销售却增长了 22.7%， 净利润接近去年同期的3倍。财报出来以后，股价没有继续上涨，反而从220美元附近快速跌到190美元附近，现在只剩180多美元。Five Below 这场翻身仗已经打得很漂亮，接下来要判断的是，这家公司找到了长期增长的方法，还是刚好踩中了几个爆款和消费降级的风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Five Below 的门店看起来有点像把玩具店、糖果店、手机配件店和小型百货店塞进同一个空间。货架上的东西大多不贵，消费者进去以后也很少带着明确的购物清单。有人只是想买一包糖，最后可能又拿走一个毛绒玩具、一条数据线和一盏房间装饰灯。单件商品价格不高，每次多拿1-2件也不会觉得心疼。这种心理决定了 Five Below 和普通折扣店不是一门生意。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更多解决生活必需品的问题，顾客去那里往往是为了纸巾、清洁用品、罐头或者日常消耗品。Five Below 卖的很多东西并不需要，但价格低到让人觉得可以顺手买一点。它卖的是一种低成本的即时满足。对年轻消费者来说，10几美元很难买一双鞋，也很难吃一顿正式晚餐，却可以在 Five Below 装满一个小购物袋。经济压力越大，这种不太伤钱包的小快乐反而更有吸引力。这家公司能够抓住这种消费心理，和2位创始人的经历有关。David Schlesinger 早年创办过 Encore Books， 后来又和 Tom Valios 一起经营儿童教育玩具连锁店 Zinni Brini。上世纪90年代 Zinni Brini 曾经快速扩张，门店里摆着益智玩具、儿童书籍和创意产品，家长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多花一点钱。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零售环境恶化，公司扩张过快， Zinni Brini 最终进入破产程序。这次失败让2个人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儿童和青少年永远喜欢新东西，但家长不一定愿意为每一次兴趣变化支付很高价格。今天孩子迷上手工，明天喜欢摇铺车，过几天又被同学带去追某个卡通人物。趋势变化很快，商品价格如果太高，家长就会犹豫；价格足够低，购买决定会简单很多。2002年，2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出第一家 Five Below。他们给公司的承诺很直接，面向青少年和儿童，提供跟得上潮流、质量过得去、价格不超过5美元的商品。这个模式没有复杂的会员制度，也不需要向消费者解释技术，看到喜欢的东西，价格只有几美元就可以带走。Five Below 后来从一家区域小店扩张到全美46个州，门店数量已经达到1970家。它的门店设计也在强化这种消费冲动，商品通常按照糖果、科技配件、房间装饰、运动、派对和创意用品分类。消费者不是沿着一排生活必需品机械补货，而是在不同区域不断遇到新东西。零售行业把这种体验叫做寻宝，顾客不知道下一次进店会看到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吸引力。Five Below 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把同一件商品卖得比别人便宜几毛钱，而是快速判断年轻人此刻在喜欢什么。社交媒体出现一个新玩具，一部热门电影带火某个角色，或者某种房间装饰突然流行，公司要尽快找到供应商，把商品放进门店，再通过短视频和内容创作者把热度放大。它不需要每一个爆款都长久存在，只需要在热度最高的时候卖得足够快。这种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 Five Below 的库存管理和传统百货不同。低价商品生命周期短，单件利润有限，如果判断错误，仓库里会留下大量已经过时的玩具和装饰品。公司需要一边追趋势，一边控制采购规模。买少了会错过销售，
买多了就要打折清仓，它不是简单的低价零售，而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小额压注。2024年 Five Below 经历过一段不顺利的时期，商品吸引力下降，门店执行出现问题，倒损压力上升，原来的首席执行官离开，股价一度从$200以上跌到$60附近。那时候市场怀疑这家公司的年轻人定位是不是已经失效，消费者可以在亚马逊、Temu 和 Shein 上找到大量便宜商品。Five Below 既没有生活必需品的稳定需求，也没有高端品牌的忠诚度。Winnie Park 在2024年12月接任首席执行官，他之前管理过 Forever 21，也在 Levi Strauss 工作过，对年轻消费、服装零售和商品更新并不陌生。他上任以后没有把 Five Below 改造成另一家百货商店，而是重新把注意力放回顾客和商品。门店增加员工工时，货架补货更快，商品陈列更简单。营销团队加强社交媒体追踪，商品部门围绕年轻人正在讨论的内容安排采购和推广。这套调整在2025年开始见效，热门毛绒玩具、手工套装、积木、遥控玩具和授权商品不断带来客流。公司不再只是等待顾客自己发现商品，而是把社交媒体趋势、门店陈列和营销活动放在同一个节奏里。一个商品在短视频平台升温， Five Below 可以迅速把它放到显眼位置，再用低价降低购买门槛。最新一个季度把这种变化体现得非常明显。Five Below 第一季度净销售额达到$12.86亿，同比增长 32.5%， 同店销售增长 22.7%。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使不计算新开的门店，原有门店的平均销售额也出现了非常强的增长。公司同时新开49家店，门店总数达到1970家，利润增长更加突出，营业利润从去年同期的$5080万升到$1.54亿，营业利润率从大约 5.2% 提高到 12%， 净利润从$4110万升到$1.23亿，摊薄后每股收益从$0.75增加到$2.21。这不是简单的靠多开门店推高收入，毛利率从去年同期大约 33.4% 升到 37.2%， 提高了接近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销售和管理费用的增速低于收入，费用率也有所下降。商品卖得更好，折扣压力减轻，加上门店固定成本被更高销售额摊薄，利润弹性被释放出来。现金流同样不错，第一季度经营现金流为$2.27亿，资本开支约$3720万。用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开支的简单口径计算，季度现金余量接近$1.9亿，期末现金和短期投资合计超过11亿。公司没有使用循环信贷额度，对于一家仍在快速开店的零售商来说，这张资产负债表比较稳健。库存需要放在销售增速里看，第一季度库存为$8.13亿，同比增长接近 16%， 但同期销售额增长超过 32%， 库存增速明显低于销售增速，说明这一轮增长并不是靠把大量卖不动的商品堆进仓库换来的。不过库存总额增长快于门店数量，未来仍然需要观察单店库存和促销水平，尤其是爆款热度开始降温以后。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份几乎没有缺点的财报，但股价在财报以后从$220附近快速回落，2个交易日后跌到$190附近，现在的股价大约$182，市值约101亿，市盈率约23倍。市场的反应并不是否定这一季，而是在重新计算后面的增长难度。22.7% 的同店销售不可能长期维持。去年同期公司的表现较弱，形成了较低的比较基础，这一季又赶上多个热门品类同时走强。管理层给出的第二季度同店销售指引只有 7% 到 9%， 全年指引是 6% 到 8%， 即便这个速度对零售公司来说依然不错，也和第一季度形成明显落差。
公司还提示消费者前景存在不确定性。Five Below 的商品便宜，却不是生活必需品。经济压力适中时，消费者可能减少昂贵娱乐，把几美元的小商品当作替代。压力如果继续加重，家庭也可能削减玩具、装饰和零食开支。它可以受益于消费降级，但不是完全防守型零售商。另一个争议来自公司的名字。Five Below 原本代表5美元及以下，现在门店里越来越多商品卖到6美元、10美元，部分大型商品甚至达到25美元或35美元。管理层的解释是，消费者购买的是相对价值，不是机械的守住5美元。一个25美元的小冰箱，如果在其他地方卖得更贵，仍然可能让顾客觉得划算。从经营角度看，提高价格上限有明显好处。5美元很难覆盖所有商品，也很难长期抵消工资、运输、租金和关税上涨。允许更高价格，公司可以卖更大的玩具、更好的电子配件和更完整的房间装饰，平均客单价也有机会提高。过去，公司把5美元以上的商品集中放在门店后方，顾客要专门走过去寻找。新管理层把这些商品分散到对应类别里，消费者买房间用品时，可以同时看到5美元的小灯和20美元的镜子，不需要在2个区域来回寻找。风险也很清楚， Five Below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品牌资产，顾客愿意进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默认大部分商品足够便宜。如果价格不断向上移动，门店可能失去清晰定位，最后变成一家商品杂乱的小型折扣百货。公司目前仍表示，大多数商品价格在1美元到5美元之间，但市场会继续观察5美元以上商品带来的增长是扩大了购物篮，还是慢慢稀释了品牌。关税是这套价格策略背后的另一个压力。Five Below 大量商品依赖亚洲供应链，中国仍然是重要采购来源。低价零售的单件利润空间有限，同样的关税金额放在一件5美元商品上会显得特别沉重。公司可以和供应商谈判，转移采购地区，也可以调整商品设计和售价，但每一种办法都需要时间。第一季度的全年指引已经把当时有效的关税安排计算进去，并假设7月24日以后税率回到财年开始时的水平。如果实际政策不同，毛利率和价格策略都可能重新调整。这也是市场不愿意直接用第一季度利润水平推算未来4个季度的原因。Five Below 的门店扩张仍然是长期故事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公司预计2026年新增大约150家店。他在投资者页面上表示，新版门店平均大约1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门店回本快，意味着公司可以用内部现金流继续扩张，不需要大规模举债。不过，门店越多，选址质量越难维持。早期扩张可以优先进入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合适、竞争较少的商圈。接近2000家门店以后，新店可能离旧店更近，也可能进入品牌认知较弱的地区。未来同店销售和新店回报率需要比门店数量本身更受关注。快速开店如果开始分流旧店客流，增长质量就会下降。把 Five Below 放到同类公司里看，它的位置很特别。Dollar General 主要服务社区和乡镇市场，商品里有较多食品、清洁用品和日常消耗品，需求稳定，但低收入消费者压力会直接影响客流和利润。Dollar Tree 从固定1美元逐步转向多价格体系，和 Five Below 一样，面临品牌价格承诺被重新定义的问题，但它的商品结构更偏家庭和生活用品。Ollie's Bargain Outlet 强调清仓和尾货，商品来源不稳定，门店给人的感觉更像大型仓储式寻宝。它能以低价买到品牌库存，但商品节奏取决于上游是否出现合适货源。Five Below 则更主动地设计年轻人喜欢的品类，追踪社交媒体趋势，门店环境也更明亮，更适合家庭和青少年。名创优品在商品美学和授权角色方面与 Five Below 有一定相似之处，两家公司都在卖低价、好看、容易冲动购买的小商品。名创优品更依赖卡通授权和全球商场网络， Five Below 则更依赖美国郊区购物中心，
年轻客群和$5左右的价格认知。它们都证明了一件事：低价商品并不一定只能解决必需品需求，也可以被包装成体验和情绪消费。电商平台是更难处理的对手。Temu、Shein 和亚马逊上有无数便宜小商品，价格甚至低于 Five Below。但实体店有2个优势：顾客可以马上看到、摸到并带走商品，不需要等待配送。门店本身也是一种娱乐，家长带孩子逛一圈，购买往往在现场发生。Five Below 真正要守住的不是最低价格，而是现在就能买到一件有趣东西的体验。从估值看，目前股价约$182，公司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指引为$8.65到$9.05。按照指引中点计算，前瞻市盈率大约20倍。这个价格比财报前便宜不少，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估值股票。多头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刚刚完成经营修复，同店销售回到强劲增长，利润率明显恢复，资产负债表没有沉重债务，新店又能较快回本。只要全年同店销售保持在6%到8%，门店每年继续增加150家，利润仍有机会以较快速度增长。20倍左右的前瞻市盈率，对一家门店空间尚未耗尽的成长零售商并不过分。空头担心的是，这个估值仍然建立在复苏能够延续的基础上。第一季度同店销售增长里包含低基数、爆款商品和社交媒体热度。零售趋势变化很快，今年受欢迎的玩具和装饰，明年可能无人问津。商品价格不断超过$5，也会让公司进入更激烈的竞争区间。消费者花$20购买一件商品时，会更认真比较 Target、Walmart、亚马逊和其他品牌。Five Below 原本轻松的冲动购买优势可能减弱。这只股票现在已经不是去年$60附近那种极端悲观定价。股价虽然从高位回落，但过去1年仍然完成了大幅修复。投资者买入的不是一家等待市场发现的便宜公司，而是一家需要继续证明复苏质量的成长零售商。接下来几个季度，我会重点看3个数据。最重要的是同店销售能否在第一季度高基数之后保持中高个位数增长。然后看毛利率，如果更高价格、商品结构和库存效率能够抵消关税，利润增长会更可靠。最后看新店回报，新店数量继续增加的同时，单店销售和回本周期不能明显变差。Five Below 的故事很有意思，它从一次玩具零售失败中诞生，用$5降低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购买摩擦，后来又在电商和消费变化中失去节奏，股价跌到市场几乎不再相信它。新管理层把商品、门店和社交媒体重新连接起来，第一季度交出了一份非常强的成绩单。现在的争议已经不是 Five Below 能不能翻身，它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把顾客带回来。更难的任务是把一次漂亮反弹变成稳定增长。23倍左右的市盈率不算离谱，但也没有为执行错误留下太多空间。对看好年轻消费、低价娱乐和门店扩张的投资者来说，$180多比$220更有吸引力。对强调安全边际的投资者来说，还需要等待同店销售回归正常以后，再观察利润率能不能守住。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